赢了球还得理不让人，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其实陈良安也是，说输了就输了，还非得把人罗迪弄急了。罗迪，你小子够有劲儿的啊！怎么着，不服啊？不服接着踢啊！今天状态不太好，等改天有时间，我一定和你好好踢。对了，这个是新款的 LV 钱包，没有链子，比上次的 MP4好偷。走，兄弟们，吃披萨去。哎，对了，这个钱包我带着正合适，你带准露馅。准得让。让你小子胡说！我哎。 那天从酒吧出来，你们都看到什么了？看见罗迪拿着钢管站在陈良旁边，罗迪看见我们来就跑了。我们一看陈良身上都是血，就没顾着追罗迪。是，当时流了好多血，老惨了。当时你不是没去吗？你怎么看见血的？我听说的，反正是说挺惨。当时你们2个人亲眼看见罗迪拿着钢管打陈良安的头？安姐，我是不是冤枉他？我真是被冤枉的。小迪，你先别这么激动，你这么激动，怎么把情况跟我说清楚？你不说清楚，我怎么帮你啊？你老老实实把那天的情况告诉我，别紧张，慢慢说。那天我从酒吧追出来以后，陈良安，陈良安。 单挑啊！说你呢！这么说，你看到陈良安的时候，他已经被别人打伤了。那我问你，为什么别人看到你手里拿着钢管？当时我一害怕就摔倒了。哎，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顺手摸了一下。当时围观的人除了你跟陈良安，还有别人吗？没有。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不知道，安姐，我不会被判刑吧？别自己吓唬自己，情况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只要你没有做过，你就不用怕。你信任我吗？我信你。安律师，阿姨，你见到小迪了吗？他怎么样？他是不是瘦了？阿姨，您放心吧，他在里面挺好的。安律师，你能不能把小迪救出来？我们全家都指望你了。阿姨，我会尽力的。虽然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小迪不利，但是通过我们的走访和排查，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最起码现在没有人亲眼目睹他在现场行凶的过程，这一点对小迪就非常有利啊。安律师啊，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太懂，我就问你一句话：小迪是有救还是没救？当然有救了，阿姨。
您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案子的事儿有我跟罗征呢，您一定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千万别垮了，啊！放心吧，妈啊。先把阿姨送回去吧，我回律师事务所，再看一下资料。行，回头我去找你。走吧，妈。谢谢你啊。你是安律师吧？我是，你们是？我们是盛泰地产的，我们董事长想见见你。你们董事长是陈启泰？对呀。他找我什么事儿？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要是不去呢？安律师，别误会，我们董事长没别的意思，想跟你聊聊案子的事儿，请你吃个便饭，托付一下。原告委托被告的辩护律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要是为了眼前这个案子呢，那真是多此一举。我会秉公办事的。如果还有其他的委托，那也大可不必了。转告你们董事长，法律一定会给一个公正的裁决。艾律师，你这么说让我们很为难呀。你们为难不为难跟我没关系。还有，我告诉你们，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到处都是摄像头。你们要是想胡来的话，想想清楚。法国伟大的小说家罗歇点儿马丁点儿杜加尔曾经在他的小说中这样说过：自由是人类得以自豪的唯一珍贵物品。现在罗警官的抛地，身陷囹圄，失去自由，这是多面的令人心痛啊！哎呀，黄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别在这叨叨了，你叨叨我头都是疼的。麻烦您去帮我买瓶水吧，我谢谢您啊。哎，甘泉之于口渴时，良友见于患难日。回来的够快的呀。找个人跟他聊聊，别让他搅和，应该让他懂得怎么办案。明白。安律师，我是陈世军，初次见面，冒昧。陈良安是我的弟弟，我听说你接了我弟弟的案子，给那个杀人凶手做辩护律师，有这事儿吗？陈先生，我希望您注意一下您的措辞。现在是法庭取证阶段，所以在我们律师的词典里，只有当事人，没有凶手。那么多人看到那个姓罗的杀了梁安，你还替他辩护？安律师，你这是昧着良心呢。陈先生，看来您对法律知识的认知远不如您对您生意那么了解。一个人不管有没有犯罪，在庭审阶段都有权为自己聘请辩护律师，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跟良心无关。还有您说的目击证人，只是看到我的当事人站在被害人身边，并没有看到整个行凶的过程，所以谁现在是凶手，还有待于进一步。听不懂？你当然听不懂，没关系，到了法庭你自然会明白。安律师，我得劝你一句，在这个城市，谁跟我们陈家作对，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在恐吓我，还是在威胁我？恐吓？我们都是年轻人，以后路还长着呢。安律师，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我要非趟这趟浑水呢？什么清水浑水的呀？罗警官，哎，这个时间来，想必是你跟这个安律师的关系不一般吧？当然不一般，他是我弟弟的辩护律师。倒是陈先生这个时间来，显得更不一般。我来是想了解一下案子的情况。想了解案子，找刑警队或者检察院。找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不合适吧？别以为你是警察就保得了你弟弟，老天爷开着眼呢，谁也保不了他。如果我弟弟真杀了人，没有人会保他。可他要是真没杀人，谁也别想害他。该问的都问了吧？黄秘书送客。哎，不用送了。安律师，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他们没有为难你吧？他们不敢，就是觉得自己有几个钱就可以掌控一切了。阿姨怎么样了？一听说小弟还有希望，好多了。晚上还喝了碗粥。我这心里也踏实不少。谢谢啊。罗征，如果这个案子我打输了，你会不会怪我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你有把握吗？我说那些话是为了安慰阿姨。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小弟非常不利，从警方和我搜集的证据都充分证明了小弟作案的嫌疑。还有，他跟陈良安的矛盾由来已久，思明州大学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水火不相容。案发当晚，有几百人看见你弟弟在酒吧里跟陈良安动手。而仅仅10分钟之后，你弟弟就手持着带血的凶器站在陈良安尸体旁边。你想想这些证词，让所有的人听到心里会怎么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可是证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见小迪拿着钢管把陈良安打死啊，这对小迪不是有利的证据吗？当然，这些我在法庭上都会跟公诉人和法官讲。罗征，你别忘了，罗迪在法庭上曾经做过伪证。你刚才说那天你喝酒了？我喝了。那你在做笔录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喝酒这件事情告诉警方？我喝不喝都看得清楚。那就是没说。案发当晚，在警方取证的时候，第一目击证人罗迪隐瞒了一个在自己看来非常小的事情，那就是他喝酒了。证人罗迪，案发当晚你是不是喝了酒？喝了一点儿。到底喝了多少？3瓶罐装啤酒。我酒量还可以，不至于看错。要不我再喝一次，再做次实验，肯定不会错的。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没什么，可是现在就成为了我为他辩护最大的障碍。你想想，谁会相信一个在法庭上曾经撒过谎的人？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一旦法庭判决故意杀人罪成立，我知道了。
现在正式开庭，传本案的被告人罗迪到庭。小迪。 现在由本案的辩控双方分别进行陈述。审判长、陪审员，根据公诉方掌握的材料，被告人罗迪与受害人陈良安之前就非常的不和。就在受害人陈良安被杀之前，曾经与被告人罗迪有过2次非常激烈的肢体冲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被告人罗迪是出于报复心理，将受害人陈良安杀害的。这是学院路派出所的记录，3个月前，被告人罗迪涉嫌盗窃受害人陈良安的游戏机。这什么呀？哎 ，MP4，不会真是那小子的吧？看他刚才那德行，罗迪，别给他，反正咱们是捡的，不是偷的。行，投资不投资先放一边，我先玩2天，玩够再还给他，也让他着急。警察，就是他们！尽管当时双方私下和解，但警方已将此事记录在案。之后，受害人陈良安又向被告人罗迪先后2次炫耀其所拥有的高档钱包。看见没有？这个你要是还能偷走，我服你。思明州刑警大队在勘查本案现场时，详细检查了受害人陈良安的遗物，并没有在其身上发现其钱包。而案发当日，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在案发10分钟之前，还有人见过在陈良安的身上曾携带过一个名贵的钱包。1打200杯，1个果盘。也就是说，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受害人陈良安遭受突袭，重伤而亡，而他的钱包却不翼而飞。鉴于被告人罗迪之前曾有过藏匿受害人陈良安物品的行为，故此，公诉方提请审判长及陪审员重视这一重要细节与本案的关联。公诉人，你所指的关联是什么？我所指的关联是对于受害人陈良安的死亡，被告人罗迪有着明显而重大的杀人动机。公诉人，请把你的话明确一些。你所分析的被告人的杀人动机是什么？蓄意行信，劫财行凶。我没拿钱包，人不是我杀的。被告人罗迪，请你注意法庭的秩序。证人，案发当晚，被告人罗迪与受害人陈良安是不是在你的酒吧发生了冲突？是。之后，受害人陈良安离开酒吧，被告人罗迪是什么反应？当时他被安子给打晕了，他醒来以后就要找陈良安拼命。你还记得当时被告人罗迪的具体表现吗？他当时，罗迪，陈良安呢？我们刚看见他出去了。没事吧？王八蛋，我弄死他！你说被告人罗迪嘴里说要弄死他，这个他指的是谁？是安子。你是说受害人陈良安吗？是。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下面由辩方律师向证人质询。你们赶到案发现场时，有没有看见我的当事人罗迪手持凶器击打陈良安？我到那儿的时候，就看见罗迪手里拿着根钢管，站在陈良安的旁边。
请你听清楚我的问题，你只需要明确回答我：你到底有没有看见我的当事人罗迪直接拿着钢管向受害人陈良安击打？那倒没有。审判长，陪审员，我手里拿的这根钢管是思明州市刑警大队在案发现场所获取的证物。根据检验报告，在这根钢管上染有受害人陈良安的血迹，沾有陈良安的毛发。而指模专家的报告指出，在这根钢管上还清晰地印有被告人罗迪的指纹。那是我不小心碰着的。根据众多目击证人的描述，当时被告人罗迪就是拿着这根钢管站在受害人陈良安的身旁。罗迪，你把他杀了！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罗迪就是用这根钢管将受害人陈良安重击致死。欧队长，那么多人看见那小子杀了梁安，我相信法官心里会有数。法官心里肯定有数，法律的天平也不会倾向于哪一边。安律师不是说了吗？目击证人只看到罗迪手拿钢管，并没有看到他行凶，所以说话要注意分寸。分寸？我弟弟含冤九泉，死不瞑目，你让我说话还注意分寸？心情可以理解，可是着急有什么用？法院没有最终判决之前，我们的心态都要有个平衡。平衡？你们找的那个律师啊，就凭他那点道行，根本无力回天。你凭什么这么说？罗磊，我很同情你。但是什么样的律师也救不了你弟。小郑，妈有个事儿想问问你的意思。妈，别听他们胡说八道的。我怎么觉得这个安律师不太用心呢？啊，怎么打官司妈不懂，可人家公诉人说了那么多话，这安律师话那么少，他是不是经验不足？妈怕他救不了小迪。伯母，有句老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安律师打官司啊，您是没见着，特厉害。现在不是刚开庭吗？程序刚刚介入，或许啊，也是他一个策略。再有，这个案子还没结呢。您别着急。啊，先上我车，我送您回去。走吧。哎，你还要跟安律师碰一下，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要换律师，跟我说一声，我有朋友。罗征，阿姨呢？儿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曾经跟小迪说过，我不会看着他被别人冤枉的。可是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忙也帮不上。罗征，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尽到努力呀？我妈刚才跟我说，让我给小迪换个律师。那我……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杨曼丽跟你非亲非故，可是你为了救她，甘愿冒险做那样的实验。小迪的事儿，你更不会不上心了。只是现在证据给的太不利了。我懂法律，知道律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现在无论换哪个律师，如果找不到对小迪有利的证据，都很难改变局面。可是他才21呀。小迪，别怪大哥。妈，吃点东西吧。我吃不下去，你拿走吧。我想陪小迪待会儿。喂，龙磊，我是小江。哦，是你啊？旁边有人吗？你说吧，什么事儿？其实，上次不是太方便。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我就挺喜欢你的了。小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蕾蕾，我想见见你。电话里说不明白，要不你出来，咱们见面聊聊。我家里有事儿，我出不去。小江，我最近家里发生很多事情，我很烦。既然你出不来，那我去找你吧。前几天我去你们单位了，他们说你辞职了，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了。李小江，你是不是太无聊了？我现在在宾馆，要不你找我来？你无耻！喂，喂，喂。都往我这儿放。怎么不开灯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坐这儿，起来！吓死我了！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呀！哎呀，哥，我怎么没吓着啊？你这弄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都客户需要啊！哎，我说妹妹，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你这弄到哪儿像个办公室，看着就是阴曹地府。不是，妹妹，你也得体谅哥哥呀，挣俩钱不容易啊，这不都是客户需要吗？这客户啊，据说生前是个文学爱好者，
喜欢古典文学，在梦里啊梦见过好几回康熙大帝。这老哥俩聊得还真不错。据说有一回啊，在梦里这康熙封他一中堂，这就高兴了。临死的时候，哎呀，嘱咐儿女，非得把这老几位全带上。你看见没？你看见没？这苏克萨哈，这他们都平级，这都。你别害怕，别害怕。为了表达我真诚的歉意，这样，下个月的房租，我多掏100块钱。那我问你，为什么别人看到你手里拿着钢管？当时我一害怕就摔倒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顺手摸了一下。啊，哎，妹妹，你没事吧？要不下月房租我多掏150。哎哎！正如第一次开庭时，公诉方指出，我的当事人罗迪的指纹的确清晰地印在了凶器上，而诸多的目击证人也当庭指出，我的当事人罗迪手持凶器站在了死者陈良安的身边。然而，公诉人、警方，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忽略了一个看上去极其细微的环节。正是这个环节，几乎误导了所有与本案有关系的人。这就是我将指出的本案最大的疑点。辩方律师，请你直接陈述你所提出的疑点。审判长、陪审员、公诉人，我要指出的疑点是，我的当事人罗迪留在凶器上指纹的朝向。我想恳请审判长允许我当庭演示我的疑点推断。可以，但是辩护律师，你要对你的推断做仔细的说明。大家请看，我们假设红色的这一端是死者的血迹，那么如果现在想持械击打对方，按照常规情况下，这样抓取能够更有力地击打对方。请大家注意，我右手留在木棍上的指纹痕迹，大拇指盖在了食指上，没有留下指纹。留下指纹的顺序依次是食指、中指、无名指，无名指离木棍末端最近，这是正常情况下持械留下的痕迹。但是请各位注意，我的当事人罗迪留在凶器上的指纹痕迹，跟我刚才做的试验的指纹痕迹完全相反。从陈良安的血迹往下，指纹的顺序依次是无名指、中指、食指。也就是说，留下指纹的时候，我的当事人罗迪是反手持械。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谁这样反手持械，拿着一根将近2.5千克的钢管行凶作案？范强，我请你好好想一想，今年9月12号晚上8点40，在兴旺 KTV 后街，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罗迪手里拿着根钢管，站在陈良旁边。我请你好好想一想，罗迪是怎样拿着那根钢管？范强，你跟陈良安和罗迪是同学，陈良安已经去世了，而罗迪还活着，就坐在被告席上。我请你本着对逝者尊重、对生者负责的态度，好好的想一想，案发当晚你到底看到了什么？罗迪，你把他杀了！
我请你慎重地想一想，我的当事人罗迪当时用怎样的方式拿着这根钢管？如果你想清楚了，请你按照罗迪当晚拿着钢管的姿势，把你面前的这根木棍拿起来。审判长、陪审员，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的当事人罗迪只是在命案现场不小心触碰到了凶器，从而留下了指纹，而本案的真正凶手一定另有其人。好，公诉人，请你发言。我想请问辩方律师，你是如何得出上述佐证的？为什么第一次听审的时候，你没有提出上述的推断？审判长、陪审员、公诉人，作为法律的从业人员，我当然知道，在法律面前，只有强有力的证据才能证明一个人的清白。但是之前，警方与公诉方细致缜密的工作，加之我自己的取证，无一不证明我的当事人罗迪在这起命案中难逃其咎。作为罗迪的辩护律师，我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压力会催生一个人的烦躁。正是这种烦躁，导致了一场警方和公诉方都不可能遇到的小意外。也就是这次让我惊魂未定的意外，换取了对我当事人最为有利的证据。辩方律师，请继续你的陈述。谢谢审判长。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公诉方提出的一个细节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思明州刑警大队在勘察本案现场时，详细检查了受害人陈良安的遗物，并没有在其身上发现其钱包。而案发当日，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在案发10分钟之前，还有人见过在陈良安的身上曾携带过一个名贵的钱包。从受害人陈良安带着钱包离开酒吧，脱离众人视线，到我的当事人罗迪被证人发现在命案现场，这中间仅仅间隔了10分钟。先走，先走。哎呀，走吧，这我来处理。咱俩单挑啊？说你呢。假设法庭接受我的推断，排除我的当事人罗迪的作案嫌疑，那么陈良安不翼而飞的钱包就成了本案最大的突破点。也就是说，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获取陈良安钱包的人，有可能就是本案的第一目击证人。也有可能，这个获取陈良安钱包的人就是本案的真凶。辩方律师提醒法庭重视这一细节，请公安机关配合公诉方对本案进行新一轮的深入调查。公诉人的意见呢？公诉人同意辩方的疑点推证，恳请法庭同意思明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以受害人陈良安丢失的钱包为线索，对本案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取证。罗迪一案，检察院已撤回起诉。经合议庭讨论，本庭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将被告人罗迪送看守所暂予羁押。开庭时间另行通知。退庭。
你的温度，就算我站在远处，你的眼睛像淡蓝色的湖，里面养着你想要的呵护。我笑了看着你翩翩起舞，转过身突然想哭，就像这首歌很快会结束，不愿你迎着孤独。你是我的恋人，愿为你付出，只是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路，有一种使命深藏在我心中，我更在乎。让我拥进你吧，我为你祝福，我们仍将继续这漫漫长路，在某个起风的夜，我会想起曾让我温暖的你的笑容，你的舞步。我可以感觉到你的温度，就算我站在远处，你的眼睛像淡蓝色的